大夫来了。陈大夫，老朽孟和堂见过老夫人，见过罗二爷。没想到10多年不见，二爷还记得老朽。你不是陈大夫吗？怎么姓孟了呢？此事说来惭愧，老朽姓孟，扬州人士。只因乔小娘不愿让旁人知道她和老朽是旧相识，故谎称姓陈。老爷息怒，妾身确实去到扬州找他瞧过病，也只是相信他的医术，又很担心专程从扬州请个大夫进京会遭人诟病，这才请他义名。老朽几次进京，曾先后为乔小娘保下了2胎，但有一胎，奈何乔小娘心事过重，伤及了胎儿。老朽虽尽了全力，还是功亏一篑。乔小娘为了不让老朽说出此事，亲自买了宅子，赠予老朽。老朽一时迷了心窍，便照他吩咐所说，滑胎是七姑娘所做，老朽对不住七姑娘。乔月禅呐，乔月禅，你自己保不住你的孩子，居然嫁祸于人，嫁祸于一个小姑娘，居心何其毒也！可怜的怡宁，因为此事被赶去了别院，一去就去了10多年，这些都是拜你所赐。你这是诬陷，你就是诬陷！你说我送你宅子，你有何证据？有房契为证。如今写字都可以作假，房契也可以作假。这是你亲手给我的，怎会有假？房契上写的是庚子年的4月初5，那日莲儿生了场大病，我去寺庙如素祈福，官人担心我腹中的孩子，亲自陪我去的寺庙。我记起来了，那天是立夏，正好是4月初5。你还说过，若孩子出生可取夏字为名。幸好你记得，否则我还真成了有罪之人。只可惜啊，这作假之人还让我分身去取了房契，亲手送给了孟和堂。这些话是七姑娘让我说的，那宅子也是她送给我的，让我编排当年的旧事，来陷害乔小娘。七姑娘真是有手段，你这是要把我置于死地呀！枉我当初对你视如己出，比对莲儿都好，你为什么要陷害我？孟大夫，一个人不管做错了什么事情，都不应该祸及家人。你还准备这么错下去吗？七姑娘，你不但找了人，你还要找他的家人去威胁他吗？收买、威胁、利用，这不就是你乔小娘最惯用的手段吗？请取。公子，你的伤口渗血了，这样下去让人发现可不得了。张家兄弟把救的人交给青渠了吗？连同乔武也一起交给青渠了。公子，七姑娘能解决的，要不你先回去吧。她能解决，她解决的方式就是险些把自己给毁掉。公子，你先别生气，小心血流的更多。没事。哎，公子，你没事吧？
姐，你别怪我，这件事情瞒不住了，我全都照了。二爷，老夫人，我知道错了，饶了我吧，饶了我吧，我错了。老夫人，此人是乔五爷，受了乔小娘的指使，抓了孟大夫。后来孟大夫被我接走了，他便抓了孟大夫在老家的妻女。孟大夫回京以后，他伺机接近威胁，让孟大夫反过来诬陷我家七姑娘。我这里有乔五爷的罪状，还有乔小娘指使乔五爷做事的亲笔信。还有她，是乔小娘院子里的李妈妈。当年乔小娘栽赃嫁祸之时，她亦可以作证。李妈妈，你不是告病回乡了吗？大娘子，因为老奴知道乔小娘当年对七姑娘还有顾大娘子所做的恶事，她怕老奴离开她的院子之后说漏嘴，于是威逼着老奴离开，又在半路想加害于老奴。幸得请娶姑娘相救，快走，老奴愿作证。孟大夫，事已至此，你还不想说实话吗？当年，乔小娘曾向老朽要过一本医典，上头有个方子，可以致人产生滑胎之象，而不会真正的伤害胎儿。老朽也是后来在药渣当中知晓此事的。可当时顾大娘子已然离府，老朽也不便再多言。明兰害你之事，都是你自己所为。老朽说，乔小娘这一胎本已保不住，他就用这个来陷害七姑娘，也是真的。还有这些房契，都是乔小娘亲手做的假。乔武抓走了我的妻女，威胁我要用这些假房契来陷害七姑娘，我实在是没有办法呀。公子，这下你可以放心了吧？你为七姑娘的事儿鞍前马后的，真的已经尽心尽力了。哎，公子，公子，咱们先回去。哎，走。来，罗姨娘，当你进府第一天，这一幕就是你盼着的。你如愿以偿了。乔小娘，这句话应该是我问你吧？自打我回府以来，你就一直算计，却没想到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。我哪算得过你？仗着罗家嫡女的身份，作威作福，那也比不上小娘心思歹毒。先是害了我母亲，如今又想害我。今天的这一切，都是因为你咎由自取。那今日凌人之事，也是你收买了，来陷害依宁的清白。是。月禅，自从你我初相识起，你便善解人意，知书达理。我视你为知音呐，可你为何变得如此的恶毒？为何这么多年，我给足你银两体面，我从来就没有亏待过你，为何不说话？你说话呀！你说话呀！
在你面前还能说什么？啊！当年你许我的大娘子啊，你娶了顾明兰，我都不知道我哪一点比不上她。是不是只因为我是一个庶女？你告诉我，我到现在都没有弄明白。与我在一起，你就是为了大娘子的名分吗？我一日做了妾，我就是想赶走顾明兰。可之后你又娶了林汉如，她又是一个富家之女，我又怎么比得过？我该，我是有错，可是我千错万错。我为你生下了一儿一女，我心里念的想的都是你。我的一辈子都给了这2个孩子，我没有什么想法。我希望我的2个孩子能够为罗家光宗耀祖，你明白吗？我一生都很好强，我是错，我是输，我的孩子不能输。罗成章，我们的孩子不能输啊！你错了，回不去了。当着老祖宗的牌位，这件事应该有个了断了。你是罗府的一家之主，为了罗府的清誉，为了罗府的门楣，你来发落吧。来人，把乔月禅给我拖下去，杖责50，赶去田庄。爹爹不要啊！小娘身子弱，不愿替小娘受这50杖，求父亲饶了小娘。爹爹，小娘就算有错，但罪不至死，求爹爹开恩！别去求他们，起来！莲儿乖，轩儿乖，莲儿照顾轩儿，轩儿好好读书，啊！给我拖下去！放开！我自己走。娘，小娘。什么事儿这么着急啊？还神神秘秘的。嘘，六舅爷，跟我来。他这伤怎么弄的？六舅爷，听说你最会古道药了，有没有什么好用的伤药啊？现成的伤药我也没有啊。你需要什么药告诉我，我去抓。就算找到了药材，制药也需要花时间啊。那你好歹想办法先让我们家公子醒过来啊！公子，你醒了。这可是我秘制的金疮丸，1颗可值钱了。舅舅，费用我会让少安稍后补上，还烦请舅舅不要把今日之事说出去。
尽管我不知道你为什么受到伤，但我觉得你这个人虽然面相不善，应该也不算坏人。放心了，我不会说出去了。多谢舅舅。你这伤怎么样也得躺2个月才能好，你千万别乱动了。少安，我去写个方子，你陪我去抓药。是，多谢刘救援。祖母，在你母亲的灵位前跪下。你可知错？祖母，我知道今日所行之事极为凶险，可是宜宁不觉得自己做错了。乔小娘陷害我母亲，毁其声誉，杀人诛心，我揭穿她，何错之有？既然你不知道自己错在哪里，那就一直在你母亲灵位前跪着，直到自己想明白了再来回我。做尘埃微弱，也要飞舞自己的闪烁，穿过无尽的野火，踏平风波，为你为我围成多少城湖泊。三哥，你也觉得我做的不对吗？若你出事，即使洗清了冤屈，又有何意义？你母亲泉下有知，会心安吗？你为母洗冤势在必行，可无论你多心急，都得设法保全住自己。这次是侥幸了，下次呢？人活一世，会有一个又一个的目标想要去达成。倘若你总是这般不计后果，迟早会吃大亏。感谢三哥一直以来对我的相助。你可以说我行事冒失，不计后果，但是我绝不会后悔。任何事情，无论筹划多久，都会有风险，与其瞻前顾后，不如找一个合适的时机搏一搏。姨娘，姨娘，宜宁她怎么了？回老夫人，姑娘她又发高热了。那还不快去请大夫？大娘子，松枝已经去请了。青渠呢？她不是懂医术吗？姑娘吩咐青渠安全地把孟大夫老小送出城，她还没回府。老夫人。你回去吧，大夫马上就来了。啊。
子呀，你怎么这么倔呢？你看看，你都烧成这样了，也不肯求个饶，祖母真为你担心啊。李大夫，这边。哦，好。切记，莫让病人操心太过，忧思太甚，否则又会高烧不退。且一般的退烧法子都会收效甚灵。敢问杜大夫，若再发病，可有什么缓解之法？法子倒是有，只是寻常人都不太敢试。只要能缓解即可，还请杜大夫直言。你们家姑娘怎么样了？母亲，怡宁这针也扎了，药也吃了，大半夜过去了，热度一点没退下来，反而越发烫了呢。她这个身体啊，要发寒，看来1床被子不够，拿2床被子来。快去！是。给我。不能干！让开让开！哎，你要干嘛呀？沈源，你给我出去！你去拿冰和酒来，越烈的酒越好，快去！不是，你这是要干什么呀，沈源？万万不可的，他得了风寒，不能在雪上加霜了。难不成你要害他吗？我要是要害他，我让他在经堂跪着就好了，我把他抱回来干什么呢？这不行。哎，母亲，能试的方法咱们都试过了，但也没用，要不然让慎远试试吧。能有用吗？他简直是在胡闹。你们拿酒，擦他的四肢、前胸还有后背，只能擦这几个地方，其他的地方不可以擦，知道吗？快！不行，你这简直要害他！老夫人，您就信我一回行吗？他要是有任何的差池，我把我的命赔上。母亲，让慎远试试吧。快！